我是品格排行第一的杀手，江湖人称千面修罗。20岁那年，刀口舔血的日子我过够了，于是决定隐退江湖。隐退后，我在镇子上招了个体弱多病的书生做上门女婿，街坊四邻都羡慕我得了个好夫君。阿罗，我这几日要离家一趟，去京城寻亲。我走后，夜里你要关紧门窗。我已经吩咐好珍馏楼的厨子了，日日来给你送饭。若是让我知晓你又啃馒头填肚子，我会生气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都说了100遍了。今天天气还是很不错，我们出去吧。真的？我家夫君样样都出众，唯独出游一事略显腼腆。既然他主动松了口，我定然不会错失这般良机。阿罗，我会尽快回来的，你切莫忘了我。若是让我知晓你背着我去南楼玩，我可要伤心的。烦不烦？我就去过那么一次，还是听曲儿的。快滚，快滚！你听说了吗？阿罗那上门女婿大半年都没影了。我看呐，八成是进京得了富贵，不要这糟糠之妻喽。这算怎么回事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吧。他若是负了心，那我亲手送他去死；他若是死了，那我得抓紧再娶一个。繁华的京城街道，人来人往。我入京找了徐明庭月月，始终一无所获。迫不得已，我只能寻求前东家尹格格的帮助。徐明庭莫不是穷得去茶楼当小二了？这是尹格的地盘，我了如指掌。这是徐明庭，却又不是徐明庭，那是当今圣上幼子，成王殿下的玉佩。我隐退前曾听到阁中传闻，1年前成王去江南探查贪腐案，回京路途离奇失踪。该说我这运气好呢，还是不好？随便在镇上捡了个生病的人，花了大价钱治好，竟然是堂堂王孙贵族。既然身份悬殊，那便好聚好散。我不会纠缠于你，你也不必再来找我。王爷，可要属下派人去除掉那个女人？一个山野村妇而已，若不是本王身中奇毒，又不敢打草惊蛇，哪里轮得到她玷污本王？此事暂且不提，眼前最要紧的还是先娶了崔若雨。山野村妇，玷污。臭不要脸的，就你最高贵。当初是谁穿着单薄的衣衫，淋湿了雨往我怀里倒的？难不成是老娘缺男人，按着你拜堂成亲的？王府清洗了一番，高手不足。尹阁传来消息，他们会把千面修罗派来保护王爷。尹阁把任务交给我，原来是打着这个算盘。难怪给我消息的时候还特意送了我易容工具，原来是等着看戏呢。行，那本姑娘就给你们轰轰烈烈的演一场。尹阁千面修罗，拜见王爷。
来吧，把这封信送到青山镇杨花巷子，那里有一个叫阿罗的村妇。没想到我跟在成王身边，接到的第一个差事居然是送信。此行需慎之再慎，切勿泄密。属下遵命。幸好成王殿下给了工钱，那就去潇洒潇洒吧。许诺接我，难不成接我去给王妃娘娘当婢女？从徐明婷欺骗我的那一刻开始，她在我心里就是个死人了。我自小独自生活，5岁入隐阁习武，18岁完成平生第一个任务。我只想找个简单的男人，被窝里睡睡觉，一张桌上吃口饭。成王这样的身份，我不屑纠缠。接着奏乐，给本姑娘上最好的酒。在南楼潇洒了10日，我才慢吞吞的来千贼子寺复命。没想到成王正陪着他的未婚妻烧香。阿罗，没成婚前不可如此孟浪。光天化日，这怎么行？点着灯也不行，沐浴室更不行。难怪从前徐明婷在有那么多规矩，说到底是自小刻在骨子里的教养。不像我，快活一日是一日，哪管什么礼教森严。哟呵，这就要亲上了，本姑娘的瓜子都准备好了。这是什么反应？难不成这崔小姐有口臭？还真踩了狗屎！哪里来的小狗？来人，把这只狗给我打了，再把这个人给我抓走！行了，何必让他们的血脏了佛门清净地？我原本只想敷衍一下成王，说阿罗早有了其他男人，此事就算了结。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这2个高高在上的人可不配这么轻轻松松的成婚。我要在他们成婚之时送他们一份大礼，我要让徐明婷悔恨终生。想让百年世家的贵女颜面扫地，想让成王成为天下人的笑柄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情闹大。隐阁的假孕药果然名不虚传。徐明婷呀，徐明婷，接下来就好好收下这负了我的代价吧。这是崔家名下最大的酒楼，也是达官贵人最爱聚集的地方，要在这儿唱戏才够热闹。掌柜的，您见多识广，可见过画上此人？敢问夫人，这位公子是您什么人？是我夫君，他是京城人士，我怀了他的身孕，
跋山涉水前来寻亲。快，给我盯紧了他，立刻去回禀主家。是是是。站住！检查。入城之时，我不小心把画像掉了出来，想必城门守卫早就把我寻亲的消息传到了王府。徐明婷啊，徐明婷，我倒要看看你跟崔若雨究竟谁来得更快一些。你就是那个村妇，就你这样的妇人也配同我争？你就算怀了身孕，也只是个村妇。蛇蝎毒妇，抢我夫君也就算了，如今还想打掉我腹中胎儿。阿罗，你听我解释。他这样，该不会把这个徐明婷打爽了吧？你这无知村妇，你可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？闭嘴！我跟夫君之间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外室插嘴？阿罗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徐明婷，你寻亲半年未归，我知你是富贵了。这女人说是你的未婚妻，我也不想再纠缠。从今往后，我欢欢喜喜，你凄凄惨惨，各过各的日子。王爷，我贵为崔家嫡女，如今被这人如此羞辱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不行，不能站着挨打，万一还手拍死崔若雨，弱女子的戏还怎么演？你竟然是王爷！阿罗，老娘演戏演全套，我都晕过去了。我就不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崔若雨还敢在这时候对我动手。他腹中毕竟是本王的长子，等他产子之后，到那时，本王自会将他交由若雨你随意处置。真够狠的啊，徐明婷，不愧是皇室里滚出来的，卸磨杀驴这招玩的比谁都溜。回禀王爷，从脉象来看，这位夫人虽受了精气，但胎气尚稳。孩子多大了？已有4个月余，只需微臣开几副养胎的药，按时服用即可。4个月？确实是4个月，微臣绝不敢断错。该死的阁主，他竟然给我拿错了假孕药。徐明婷离开镇子都6个多月了，御医诊出个4个月，这跟亲手送我去死有什么区别？老头子，你留着那双眼睛是当香壶用的吗？退下！微臣告退。想掐死我一雪前仇，只要你敢发力，我立刻挟持你杀出王府。听说了吗？
昨儿给那侧妃，给那位诊脉的陈御医连夜全家搬走了。嘘，什么搬走？我听管家说是告老还乡，可那陈御医才40出头，回哪门子乡？王爷今早当众发了火，说陈御医老眼昏花，竟把6个月的胎脉看成了4个月，简直是昏庸至极。可谁不知道陈御医号称陈医手？闭嘴吧！王爷说是6个月，那就是6个月。天王老子来了，那位肚里的也是王爷的嫡长子。为了保住这个长子的名声，徐明婷竟然连御医都遣返了。他这哪是寻亲回来的病弱书生，这分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。王爷，人已走远。千面，你常年混迹江湖，眼光最是毒辣。你来看看，这些在南楼服务、卑贱如泥的人，谁最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？若让你选，你会选择这南楼里的人，还是本王呢？他在试探我，还是在发泄？这样的徐明婷，竟让我这个做了10几年杀手的人都觉得后背发凉。阿罗最是乖巧，他定是被这些人蒙蔽了双眼，才会说出那些气话。本王说孩子是6个月，他就是6个月，谁敢质疑，本王就拔了他的舌头。我原本打算随时杀出去，可现在我不敢动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需要一个答案，还是仅仅在享受这种掌控生死的快感，而他似乎也并不需要我的回答。是本王魔怔了。那些在污泥里挣扎的人，怎配与本王相提并论？禀王爷，事情办妥了。讲。安平县南楼昨日深夜突发大火，火势滔天，无一幸存，楼内所有人不幸遇难。无一幸存，就因为他一个人的猜忌，安平县那座酒楼就成了修罗场。他在笑，那种掌握生死后的索然无味，才是最可怕的。我眼前的这个人，根本不是那个在槐花巷里满手锅灰为我烧火劈柴，并奄奄说要给我暖床的徐明婷。我记得影阁中关于成王的秘密卷章上面记着，少年徐明婷上了战场，战无不胜。在后宫中，徐明婷一剑吓得宠妃惊慌失措。20岁的成王策马长街，长鞭如龙，将相府嫡子教训得服服帖帖。他是大清最狠绝的王，不信神佛，只敬自己，生平所过之处皆是血海。千面，听够了吗？下来。徐明婷，你越是狠，我便越想看看，当你发现自己被个村妇玩弄于股掌之间时，会是什么表情？北院那个夫人怀着本王的长子，如今京城盯着王府的人太多，从今日起，你带上影阁最精锐的人手，寸步不离地守卫着他。若他和孩子出了一点差错，你就提头来见。属下领命，定不辱使命，寸步不离守护夫人。快点，侧妃那边的聘礼得赶紧入库，离大婚可就剩半个月了。最近王爷那脾气大得吓人，白天陪着崔小姐选喜袍，晚上回来还得往北院钻。我看王爷这神经都快拧成麻花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见着崔小姐得装温润公子，对着北院那位，真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这一心二分的，换谁不得累疯了？等一下，刚才交办你的事记清楚了。本王的意思是，就算你这个影阁第一杀手死，也绝不能让他伤到一根头发。死？为了护着你抢来的村妇，让你手下第一暗卫去死，
老娘回去就拔几根头发砸你脸上，看你心疼不心疼。属下明白，定会豁出性命去保护夫人，不让任何宵小靠近北院半步。这疯子！徐明婷真是脑子抽风，竟在富丽堂皇的成王府里原封不动地改建出一个青山镇绘画像。也好，这院落不仅他从不让人进来，连守卫都撤到了100步之外。他在这建个假巷子，是想怀念过去，还是想骗他自己？他还是那个书生徐明婷。又在看这些安杂东西，没个正经。腹中还有孩子，你也不怕教坏了他？教坏孩子？这孩子还是你阁主大人送的假药呢。白天当暗卫杀手兢兢业业，晚上回来还得陪着疯子演戏，多说多错，老娘累了，恕不奉陪。在这里闷了2个月，委屈你了。明日我派人送你出府去散散心。明日不是你跟崔若雨大婚，全京城锣鼓喧天的时候吗？怕我听到动静受刺激，还是怕我冲出去搅乱你的金玉良缘？你之前不是总想在院子里走一走吗？我问过大夫了，大夫说只要注意安全，是可以的。哟，今天打扮的这么好看啊！乔建美，王爷今儿天没亮就让咱们翻箱倒柜，非要找这件3年前的青竹旧袍子，连那白玉簪子都是精心挑的。明明马上就要大婚当新郎官了，今儿倒像是个赶考去见心上人的穷小生，真是着了魔了。王爷今日这一身打扮，倒像是专门来吸引我的。他肯定知道我就好这一口，存心拿美色引我。若不如此，你又怎肯多看我一眼？您可是高高在上的成王殿下，满京城的贵女都恨不得嫁你，难不成您还在乎我一个村妇看几眼？阿罗，你明知道我心里装的是谁，何必非要用这些话来刮我的心？看着我，阿罗，阿罗，说你爱我。这顿断头餐吃的倒也得劲儿，明天就要跑路了，这些日子在他这受的委屈，总得拿点利息走。回头等老娘出了京城，找男人可得擦亮眼，背景调查得做仔细了，绝不能再找这种披着羊皮的疯批权贵。阿罗，王爷还有何吩咐？你真的爱我吗？当然爱你了，王爷怎么总是问这种傻话？我不爱你，能陪你在这折腾？是吗？那你爱的是谁？爱的是徐明婷啊，还能是谁？你爱徐明婷？阿罗，时至今日，你竟然都没有问过我一句，我到底叫什么？王爷大半夜的发什么疯？名字不过是个称呼，你既然不想说，我何必自讨没趣？我觉得他有病，而且病得不贱。夫人，怪只怪你太争气，崔家的嫡女还没进门，你这孩子就要落地，这让崔家的脸往哪儿搁？主子说了，你若是识相点坠崖，对外只说你逃婚自尽，还能全了你的一番名声。崔若雨动作倒是利落，也是，她那种女人，绝不容忍有人挡了她的路。阿罗，你别动！你若是再往前一步，我就跳下去。别动，别动，我不过去，我不动。你还记得吗？出狱时，
你差点病死在那场大雨里，是我把你背回去，喂药、烧火、劈柴。那时候我跟你说，你这条命是我的了，从此以后要唯我是从。你一个乡野村妇，有什么资格挟持王爷？快把他抓回来！成亲以来，我对你虽算不上温柔，却也自问没有亏待过你。只是没想到，我救回来的是个负心人。阿罗，本王保证，所有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。我以什么身份？是在这位川佳丽的崔小姐手下做奴婢。我阿罗虽然只是村妇，却也有些傲骨。徐明婷，临走前我问你最后一句，你真名叫什么？萧君瑶。阿罗，我本名萧君瑶。好，萧君瑶，萧君瑶，你我此生不复相见。到了阎王殿，我一定会说得清清楚楚。我阿罗跟萧君瑶下辈子、下下辈子也绝不要再相遇。幸好差点被徐明婷这个疯子给害死，还好老娘提前探查过，这洞穴深藏，只要等他发完疯走了，我便能。全都疯了！徐明婷要是死在这儿，阁主那个人非把我活剐了不可。阿罗呢？本王的阿罗呢？本王倒要亲自去问问尹阁阁主，这就是他所谓的金牌杀手，这就是你们那从无败绩的千面修罗，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都护不住。本王要你这废物何用？王爷，搜了3遍了，连个影都没见着。这地势复杂，再搜下去。再找，我要见人，死给本王找！这疯子骨头都断了，竟然能死撑这一整夜。王爷回府了，可听说那位夫人坠崖了？嘘，没瞧见王爷的脸色吗？腿都摔断了也不让传太医。今晚这府里怕是要见血。传本王口谕，调集西山营所有兵卒，即刻封锁后山。王爷，西山大营非战士不得擅动，就算掘地3尺，本王也要找到他。去！王爷，在一处暗河的礁石上找到了夫人的衣物，那是阿罗在镇上最常穿的那双粗皮裙。君瑶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这就是阿罗给我的惩罚吗？大哥，为什么我无法接受？难道我这一生真的如同擎天剑所说，是天煞孤星吗？君瑶，不许胡说，这种话怎能乱讲？怎么是胡说？母后是因为生我难产而死。你原本贵为东宫，却因为保护我丢了太子之位，被幽禁了整整5年。现在轮到阿罗了，还有孩子，哈哈哈！该死的是我，是我才对。他竟然已经神志不清，走火入魔了。王爷不可！他要是死在这里，我也得跟着陪葬。参见阁主。经脉寸断，差点就成了废人。为了个女人闹成这样，这小子真是不要命了。这祸事是我闯下的，要是萧君瑶真废了，阁主非剥了我的皮。我已经跟这小子谈好了，这5年
尹阁会竭尽全力帮你寻找那个坠崖的夫人。作为交易，成王宽恕你护卫不力的死罪，但要把你卖给成王府5年。属下明白，愿领责罚。没想到啊，君瑶这小子还是个情种。君瑶，阁主叫的倒是亲热。你懂什么？10年前，他刚立下破天战功，就为了个由头，单枪匹马闯进后宫抓人。那时候蛮子屡屡进犯，满朝文武都要保他，连皇上都拿他没办法。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你还有脸吃？老头子真抠门儿。不过既然要我收尾，这5年熬一熬也就过去了。我已经告诉成王，5年之后，尹阁一定给他一个交代。尹阁看丢的人，就由尹阁找回来。5年，5年之后他的执念能淡？5年的时间足够磨平一个人疯劲儿了。到时候，尹阁随便找个由头，或者你……我懂了。5年后，等他这股疯劲儿过去了，我再随便找个男人，带着个孩子回来露个面，演一出阿罗已嫁人的戏。到时候，这事儿就算彻底翻篇了。这5年，你就老老实实在这成王府里当个人工吧，这是你该受的惩罚，听懂了吗？属下领命。吃吧，吃死你得了！你个大馋丫头，也不看看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啃猪蹄儿？这不没吃成吗？再说了，不吃饱了怎么给那位成王殿下当牛做马？哎，你别看萧君玄现在风光，他这些年过得很不容易。在青山镇跟你做夫妻的那半年，大概是他这辈子最逍遥、最像个人的时光了。他被人下了罕见的奇毒，生下来虽然活了，却落下了疯病的病根。疯病？那他抓贵妃的时候？还没到时候。他的疯病在皇上寿辰上突然发作，他当众拔剑。这等皇室秘闻，卷宗上也只记载了寥寥几笔。先皇后为了保住这个萧君瑶的性命，自请以死谢罪，当场血溅大殿。紧接着，萧恒受他牵连，被废除了太子之位，扔进冷宫，被幽禁了整整5年。他知道萧恒是因为他才坠落云端，在冷宫的日子生不如死，所以他才刚满18岁就不要命的杀上战场。他立战功不是为了权势，是为了能在大殿上挺直腰杆，为他大哥说一句情。原来他这满身的煞气都是在那堆白骨里磨出来的。如果没有你，他跟崔家结的那门亲事，本该是他和萧恒翻盘的最好机会。崔家掌握着半数的文臣名望。没错，结果大婚当日，他竟然为了去追你，差点害得萧恒跟他多年苦心经营的谋划毁于一旦。阿罗，你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婚礼，是2个皇子的命。这5年的奴才，你当的不冤。这都半个月了，王爷还没醒，外头天都塌了。可不是嘛！听说太子淫乱宫刑，还意图谋反，昨个宫里血流成河，皇上都被吓得瘫在床上动弹不得了。那咱王爷的大哥那位废太子殿下呢？什么废太子？现在叫摄政王。萧恒殿下已经复位暂理朝政了。半个月，萧君要躺着当死人，京城倒是变了人间。崔家那帮老狐狸现在急得火上浇油，联合了各大世家在那儿叫嚣，说什么国不可一日无君，非要拥护那个造反的太子上位。那崔若雨呢？她可是刚抬进来的王妃，崔家能看着她受罪？君阳昏迷前也不知道跟崔家达成了什么阴损协议，崔家那帮人一句话都没说，任由他把崔若雨关禁闭。做什么？盯着我看这么久？该不会是闯了祸，发现没钱赔，想对我起什么色心吧？我忽然发现，阁主您跟萧君瑶生得很像。他是我亲侄儿，我们自然长得像。侄儿？原来尹阁背后站着的，竟是皇室的人。难怪当初捡到那病秧来时，就觉得他格外和我眼缘。闹了半天，是因为他长得像我这英俊又欠揍的阁主。活着却不来寻我，前面你说这意味着什么？殿下该去药泉了。
你看王爷这几日脸色越发苍白了，听说那3年前的旧伤，到了冬日便浑身刺痛，也只有泡药泉能稍作缓解。可不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陛下登基后大肆封赏王爷，如今王爷可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这身份旁人可望不可及啊。再高的身份也抵不过身体的病痛和心里的苦闷啊。听说了吗？上个月崔小姐就被王爷放了出来。是啊，近些日子她频繁回崔家，也不知道在谋划些什么。这些大人物的事儿，咱们还是少议论为好。快走吧。王爷有何吩咐？只是忽然想起昨夜的鞭子上有毒，来给你送解药。好，好一个忽然想起。哎，你瞧瞧，崔小姐近来出入王爷的书房，可真是勤快。谁说不是呢？都说王爷跟崔小姐要和好了，看王爷那样子，好像也不怎么关注阿罗夫人的踪迹了。咱们做好自己分内事就好，这些事儿可不是咱们能琢磨的。王爷，阁主传信，说是发现了夫人的踪迹，最多2个月就能寻到夫人。是吗？千面，替本王做一幅画吧。千面，听皇叔所言，你入了隐阁，一直得不到自由。这些年，你可有什么心仪的男子？若是有，本王可以为你做主，许你们一桩婚事。回王爷，属下以前跟阁中一个杀手私定终身，后来他执行任务死了，属下便立下誓言，终身不嫁。王爷，画好了，拿过来，本王瞧瞧。你画的这是本王，本王怎么觉着更像皇叔？这是不是说明你爱慕本王的皇叔？有意思，隐阁的杀手暗恋阁主。千面，你跟在本王身边3年，日日戴着这张假面，如同无心无绪的死人。如今，本王倒是第一次从你眼中看到别样情绪。阿罗，你当年跟我成亲，是因为我长得像我皇叔，对不对？王爷，关于阿罗夫人的消息，隐阁那边依旧是寻而无果，不必再说了。这3年，我与隐阁一直在找她，偶尔有零星音讯，却最终都归于虚乎。这种活着却不肯回来的折磨，比死更甚。王爷，朝中传闻，陛下有意重开科举，整顿世家。崔若雨，你既已知道本王的心意，便该知道你如今的作用。臣妾明白，崔家当年将臣妾视为棋子，臣妾的心气便已泄了大半。不论当年臣妾有多么心高气傲，可在这3年里，早就将臣妾身上世家小姐的金贵之气磨没了。如今能做王爷手里的一把刀，臣妾甘之如饴。王爷，臣妾知道您还在找阿罗姑娘，但臣妾斗胆，想提点王爷一句。说。阿罗姑娘孤身一人在青山镇生活，却有胆量救下重伤的王爷。后来她怀着身孕孤身入京，又敢与臣妾对峙，种种表明阿罗姑娘绝不是一介普通的山野村妇。她这样一个不凡之人，隐阁却找了这么久。殿下，臣妾觉得不对劲。这阿罗姑娘长得清冷貌美，一个人住着，倒也不惧独居。你瞧，阿罗姑娘平日里虽不展露无遗，但我二舅舅察觉她不是个弱女子。她那掌中有茧，双腿修长有力，腰部也极有韧性，绝不是寻常村妇可比。徐明庭啊，你家阿罗就不知道持家攒不住银钱，好吃的好玩的花钱从不吝啬，尽管享受着，
找了你这么一个夫婿，更是花钱如流水。你们两个都没有正经营役，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呢？一个貌美、钱财破凤，还会武艺的女子，绝不可能是无名之辈。可为什么尹哥找了这么久都没有阿罗的踪迹？如果这一切都是尹哥的刻意隐瞒，那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这颗红痣与阿罗背上的那颗一模一样，我绝不会记错。如果前面就是阿罗，本王调你前来追查，可查到什么线索？回殿下，千面大人行事极为谨慎，老奴数次追踪，险些跟丢。继续说。老奴发现，每逢休沐，他必会前往京城南楼听曲饮酒。且他每次挑选的人眉眼身形皆与殿下有几分相似，前面就是失踪的阿罗。本王真是个蠢材。前面，本王罚你持鞭立在本王面前。退下吧。是。他自幼长于隐阁，冷情缜密，本不该对我这麻烦之人动心。当初为何要在青石镇救我？难道是一见钟情？不，阿罗绝非轻易动情之人。做什么？又想偷酒喝？莫非皇叔喜爱千面？我看您时常记挂他。看来你知道他是阿罗了，不然以你的性格，怎么会好好的关心我的私事？他爱慕你，当年他会在青石镇救我，是因为我长得像你。我不想跟你解释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如今我们之间只是师徒，只是有一句，你认出他便认出了。若是要伤害他，那我保证，你这一生都不会再见到他。只是师徒？我不知皇叔竟然有这样的闲情逸致，亲自教导隐阁中的每一个孩子。好，我喜欢阿罗，爱慕他，非要我这么说，你满意了？皇叔请回吧，往后别再来王府，我会好好待他的。他从小就倔得很，若你真想跟他朝朝暮暮，一定要顺着他。阿罗，你看，我们还跟在青石镇那样相处如何？我为你劈柴烧水，做饭暖床，就只当那把家搬到了京城。阿罗，你仔细想想，有了我的日子，你过得是不是很舒坦？我可以答应你，只是有一点我要讲明了。既然你当自己是徐明庭，我也当你是个普通人。夫妻之间过日子，不讲究身份权势。若是哪天我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咱们就好聚好散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阿罗，我还专程跟你解释，我跟崔若雨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阿罗姑娘，从前我说姑娘身份卑贱，自恃生而高贵，事到临头才知晓，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件标价较高的货物而已。今日我专程来向你道歉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那就祝崔姑娘从此大展宏图，争名夺利，无往不前。多谢。从前旁人我容貌永主，祝我嫁得良婿，可那些话都没有你说的这些动听。徐明庭，这个月家用你收好。辛苦娘子了。你瞧瞧，这罗姑娘果然有本事，在京城另外买了这么一间小院子，每个月还按时给她夫君家用。可不是嘛，一个大男人竟去做赘婿，靠娘子养家糊口，真是。我家娘子有本事赚钱，我乐意守着这个家打理三餐。你们若是眼红，也去找个这般好的娘子便是，何必在背后说长断短？徐明庭，你倒是好脾气，听到这些都不生气。不过是邻居之间的一些闲言碎语，他们有口无心，比起朝堂之上那些口蜜腹剑之人好多了。
徐明婷，过来。喏，吃一口润润喉。不跟你分离。你可真迷信。徐明婷，你曾问我，是不是因为你长得像阁主我才救你的？这事儿其实有些冤枉。我对阁主年少时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依赖，可他与我终究只是长辈与恩师。隐退之前，我见过太多人心险恶，早已不信什么一见钟情。初遇你那日，你浑身湿透倒在雨中，我路过看了一眼你的脸，就动了心思。徐明婷，我对你是规规矩矩的见色起意，没有当替身的意思。阿罗，该去做饭了，再晚些你该饿了。不急，先陪我坐会儿。醒了，快起来洗漱。粥刚熬好，还是热的。昨晚你熬的莲子羹太甜了，害得我半夜睡不着。是我的错，下次少放些糖。快起来吧，再不起粥就要凉了。它怎么这么好闻？连身上都带着淡淡的清甜，和平日里完全不一样。今早换了一种新制的皂角，是江南送来的甘露提香款。你要是喜欢，凑近点闻闻。姑娘，早膳已经备好了，需要奴婢端进来吗？不用，我出去吃。好小子，手段真是越来越高超了，拿捏人的心思一套又一套。哎，管他的，先逛一下街吧。我这记性竟忘了，今晚是上元节。今夜无事，便陪我喝酒闲聊吧。这般纸醉金迷的日子，当真是无比舒坦。从前做杀手，终日风里来雨里去，刀尖舔血，一年到头都难得安稳睡一觉。如今好不容易脱身，自然要把世间所有乐子尽数体验一遍。公子有所不知，二楼来了位大人物，气度不凡，姐妹们都争着抢着上前待客呢。不太妙，看来是出事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得赶紧溜。这不是徐明婷吗？不对，应该叫成王。这些人全是江湖顶尖杀手，绝非等闲之辈。最前面的我从前曾与之交手，实力极强。他就孤身一人，断然不是这群杀手的对手。况且3年前他经脉险些断绝，武功早已不复当年，根本无力招打这般死局围杀。怎么，你们这些世家贵族终于按耐不住，敢暗中对本王束手了？就算你们今日能斩杀本王，来年春王也必定如期开启。本王就是要打破桎梏，让天下所有贫苦百姓皆可读书，皆能做官。这天下读书做官的路子，向来被世家牢牢把控，寒门子弟永无出头之日。自2年前起，成王便在全国各地筹建书院，一步步削弱世家世袭权柄。如今开科取士，寒门入仕已成定局，彻底动了世家根基。看来他们这是狗急跳墙。对方人数占优，混战之下，我与你联手约有70%胜算，只要暂且撑住，便能等来转机。是千面修罗，你竟然没死，失算了。早知成王身边有他坐镇，我们万万不该贸然动手。不过区区一人而已，我等数十高手，何须惧他？你懂个屁！千面修罗出手，身法快如鬼魅，制敌只在瞬息之间，杀你之流如同探囊取物。殿下，可能守住我后背？能。阁主总说我是天生的武者，制敌之时从无喜怒悲欢，迅如闪电的身法，冷静无情的判断，这是我闯荡江湖第3年，世人送我的名号。还真是难搞。
你毒发了，撑得住吗？我带你回去。勉强撑着，毒攻心脉，浑身都没力气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先喝口水，把药吃了，能缓解一些毒性。我真名叫罗星，我爹从前在青天剑任职。我3岁那年，他不慎卷入深宫争斗。他生前曾断言你是天上孤星的亏放命格儿，没能撑到目的地，倒在了流放星路上。我实在受不住这些事，偷偷逃出京城。2年期间，受尽冷眼搓磨，最后被阁主看到，悉心培养。再后来，我身中奇毒，握刀日渐不稳，索性隐退江湖。机缘巧合遇上了你，与你成亲至今。你父亲他阿罗，他是为名利奔波丧命，没什么值得惋惜多说的。我第一次完成任务之后，整整半个月彻夜难眠，只要看见红色，就会生理性反胃想吐。尹阁判发的任务向来凶险棘手，我惩罚的是罪该万死之徒，或是朝廷不便出手处置的人。可哪怕心知善恶，却还是心里难安。我第一次完成任务，哪怕是自保，也煎熬了许久，夜夜难安。你远赴战场，生死沉浮，一定比我更难熬吧？世人都当我天性冷血，杀伐无惧，可我奔赴战场时半点不怕。我那时满心都是执念，只要拼死立下战功，就能早日回京。我大哥温和仁厚，却处境凄惨，宫里工人都拜高踩低。我笃定，只要我功成名就，手握权势，回京之后，就再也无人敢欺负大哥分毫。现在想来，终究是我太天真，以为战争换公道，以为拼搏能护至亲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念。我母后一生温婉，不争不抢，从未害过任何人，最后却极不体面倒去。当年后宫凶险，我母子2人步步维艰，母后为保我性命，不愿我卷入纷争枉死，甘愿付出。她赌上性命，只求一丝怜悯，放过我，宽恕我，留我一条生路。可事实荒唐至极，我常年缠身的病痛是妃子暗中所下，她心知肚明所有真相，却因偏心妃子，半句公道不肯给我。那年听闻那妃子仗宠肆意折入冷宫的大哥，我怒急攻心，孤身闯入后宫，亲手抓住了他。那日我本就抱了必死之心，若非皇叔拼死力保，替我扛下所有罪责，我根本走不出皇宫。我完全懂你的愤懑与不甘，至亲蒙冤，自身遭陷，满心委屈处诉说，无人撑腰庇护的绝望，我深有体会。我年少时母亲早逝，父亲很快续弦，后母的孩子骄纵任性，素来仗势欺人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性子傲骨刚烈，不肯忍气吞声，终究不愿任由搓磨。可那时我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身处困局，孤立无援。我深知再留下来只会处处受制，受尽搓磨，甚至难以自保，只能趁着夜色仓皇逃离。世人总爱恃强凌弱，以欺压旁人满足自己的虚妄优越感，殊不知折辱他人从来显不出自身本事，只会暴露心底的狭隘不堪。怎么全是血？你伤得这么重，半句不提，一声不吭，都伤成这样，还强撑着陪我闲谈，你到底要不要命了？你方才明知凶险，还要折返救我，说到底，不就是觉得什么？你倒是说全。当然是觉得我人好，舍不得我死，对不对？我承认，折返救你，确实有这份私心，舍不得你身死，但我也是不想再浑浑噩噩度日。那次之后，我独自游历1年，想彻底清净身上余毒，无事便饮酒逍遥，四处闲游，闲来便黏着你厮混。后来听闻皇后开设女学，招募教习，我便前去应征，总算有了正营精舍，彻底安稳下来。我颠沛半生，受尽不公苦楚，扛过无数死局，所谓千帆过尽，最后留在我身边，与我温暖安稳的人是你。从前我步步求生，只求活命，如今有安稳日子，有正经事做，有你相伴，便是最好的结局。